心灵性修行，你找到方向了吗？一、心灵性的定义，从古老智慧到现代灵性修行。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看到的灵性修行不再局限于古老的宗教经典和传统修行法门。所谓心灵性，是一种将古老智慧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修行方式。这种修行不仅包括传统的静心、冥想、祈祷，还融入了心理学、能量学和自我探索等现代元素。心灵性强调个体的内在成长，注重感知能量的流动，并与我们内心深处的内在小孩进行和解。心灵性不拘泥于某一宗教或教义，而是更像一种灵性实践的综合体系。它关注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内在的平静与幸福，如何通过感知能量来提升自己的灵性状态，并最终达到身心灵的和谐平衡。二、感知能量与宇宙对话。在心灵性的修行中，能量感知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可以将能量理解为宇宙与我们之间的无形对话，它存在于我们的每一次呼吸、每一个念头中。学会感知能量，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和状态，也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感受到周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。如何感知能量？这其实并不难。你可以从简单的冥想开始，专注于你的呼吸，观察你的身体在吸气和呼气时的感受。随着练习的深入，你会开始察觉到一些细微的变化，可能是身体某处的轻微颤动，或者心中突然升起的一股暖流。这些都是能量在你体内流动的表现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也可以通过观察自己与他人的互动来感知能量。例如，当你与某些人在一起时，你可能会感到特别轻松愉快，而与另一些人在一起时，则会感到压力山大。这些感受其实就是你在感知彼此能量的匹配度。三、内在小孩的和解，治愈过去，拥抱当下。内在小孩这个概念来自心理学，指的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仍然充满童真、未经世事的小孩。这个小孩承载了我们童年的记忆，无论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，都会深深地影响我们成年后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反应。在心灵性中，与内在小孩和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。这不仅是治愈过去的伤痛，也是打开我们心灵深处的一把钥匙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面对压力或困难时，会不自觉地用小时候学会的应对方式来处理。这些方式可能在当时有效，但在成年后却可能带来更多问题。如何与内在小孩和解？首先，你需要认识到这个内在小孩的存在，并且愿意接纳他。你可以通过冥想或静心的方式，想象自己回到童年时代，与当时的自己进行对话，问问他是否有什么未解的伤痛，或者有什么未曾表达的情感。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你流泪，也可能会让你微笑，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只是想要一点爱和理解。当你能够真正理解和接纳这个内在的小孩，你就能更好地与自己和解，并且更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这个过程不仅能治愈过去的创伤，也能让你更好地活在当下，拥抱每一个当下的自己。四、外来能量解题，如何抵挡不必要的干扰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外来的能量干扰无处不在。有时这些能量来自于我们周围的人，有时则是来自我们所处的环境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这些能量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状态，甚至可能让我们感到焦虑、不安或疲惫。如何解决外来能量的干扰？首先，你需要学会识别这些能量干扰。当你感到情绪突然变差，或者突然变得没有精神时，很可能就是受到了外来能量的影响。这时你可以尝试静下心来，观察这种情绪的来源，看看它是否真的属于你自己，还是来自于外界。
如果确认是外来能量的干扰，你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来清理它们，比如深呼吸，想象自己在吸入清新的能量，并随住呼气将那些不需要的负能量排出体外。你也可以在心中默念一些正面的肯定句子，如我只接受光明和爱的能量这样的话，帮助自己建立一个能量保护罩，防止外来的干扰进入。我阿赖耶识的浩瀚藏识，从过去到未来的因果业力。阿赖耶识是佛教唯识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，这个第8识被认为是所有经历、情感和业力的储藏室，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资料库，保存着我们过去无数劫来的记忆和业力，并且这些记忆和业力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再次影响我们的生命经历。阿赖耶识的浩瀚藏识包含了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过去经历，这些经历可能是美好的，也可能是痛苦的，但无论如何，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样子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无法逃离某些轮回，因为这些过去的业力一直在影响我们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反应。6. 出离六道，靠自力与他力的并进。要从六道轮回中解脱出来，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艰难性。六道中的苦难并非我们一时的选择，而是无数劫以来累积的结果。要真正出离六道，光靠一时的努力是不够的，这需要长时间的静心修行和自我反省。自力的静心清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。通过静心，我们可以深入内在，观察自己的思维和情感，并逐渐清理那些不再需要的负面能量和业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阿赖耶识中的藏识逐渐变得清晰，而那些曾经困扰你的情感和行为模式也会逐渐被化解。除了自力之外，我们还需要他力善知识的引导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我们经常会迷失方向，这时候来自于善知识的指引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这些善知识可能是你的老师，也可能是你生活中的某个人，甚至可能是一句话、一个经文或者一个灵感。这些外在的力量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灵性法门，让你在修行的道路上走得更稳、更快。7. 向上向光明，轻松走向灵性巅峰。灵性修行不应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而应该是一个充满喜悦的过程。当你能够感知能量与内在小孩和解，并清理外来能量干扰时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变得越来越轻松和平静。这种轻松和平静会让你自然而然地向上，向光明。记住，灵性修行并不一定要苦行僧式的禁欲和孤立，相反，当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性的意义，并将它应用于每一个当下，你就已经在走向灵性巅峰的道路上了。而这条道路并不需要你抛弃所有的快乐和享受，而是学会如何在这些快乐和享受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清明。所以，让我们轻松上路，带着对光明的向往，带着对内在小孩的爱，带着对阿赖耶识的敬畏，带着对外来能量的辨识，一步步走向那个最终的灵性高峰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以及最重要的开启贴心小铃铛。谢谢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